这里是亚洲最被低估的地方之一，连很多当地人都没去过的地方，却藏着满满的文化、人文和美食。全世界唯一在热带雨林里举办的音乐节，这里就是沙捞越。想知道真正的马来西亚长什么样子，来沙捞越就知道了。 We are one color of Malaysia. OK， 好的，大家我下来啦，要准备登机，因为我要回去马来西亚。今年6月，我被邀请去到沙捞越参加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我们从台北出发到吉隆坡转机，这一次马航的飞行经验让我大加分。比如这个手机架，还有现在连上 WiFi 就可以看电影、影集或听音乐。让我更惊艳的是他们的飞机餐，而且我发现大家也都吃光光，但同行的台湾朋友不晓得合不合口味。你觉得飞机餐怎么样？我觉得有惊艳到哎。我跟你讲，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吃起来是有。对对对，我吃鸡肉饭，你吃什么？海鲜料好多，这个是真心的，对不对？而且我想说怎么吃不完。当天因为班机延误，导致我们错过下一班机，所以我们临时需要在吉隆坡过夜。那我就想说，倒不如姐夫来接我，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回家。OK， 大家，我现在呢已经抵达我的家。我现在就是要先让我姐姐跟姐夫先下车，先让他们去探查。怎么？喂，谁呀？一样。小薇来的哦。搞什么你呀？你叫我姨姨。姨姨 I love you， 姨姨。要跟我一起长大呢。这样会讲话了，喂，我才几个月没有看到你，没有回。每次回来第一餐，我们可以错过我最爱的多谢。现在11点半，我等下4点半又继续唱。但是你看到我应该很开心吧？开心是吧？你爸爸说我没有回来这边咩？讲他讲回来，他转机就飞掉了咯。那你知道真的是回来了。睡不到3个小时，又要出发机场，继续前往这趟旅程的目的地。So going to Kuching, 6:20 boarding gate B4. 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古晋，我才发现东西马有超多有趣的 fun fact。fun fact 1，在西马到处可见可买的面包品牌，在东马是限量版，选择极少，而且价格是双倍。我也趁这个机会推荐一些我儿时的面包和小糕点给台湾的朋友试吃。很好吃哎，而且好便宜哦，蓬松，然后绵绵的这样子。Fun fact 2，西马人如果要进到东马停留，最多通常只能待3个月。这是因为在1963年，在东马2州加入马来西亚时，谈条件其中一部分就是保留移民管制等自治权，用来保护当地人的人口、土地与资源。所以西马人到东马工作或是长期居住，是要特别申请许可或是通行证的哦。第一次到沙拉哇，是为了这个 Rainforest Music Festival。一下机去饭店的路上，你会看到到处都是犀鸟和猫的雕像，那是因为犀鸟是沙捞越的象征，在原住民神话里是蛮神圣的。而猫只是因为这城市 Kuching 的名字来自于马来文的 Kuching， 意思就是猫。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当年英国探险家 James Bro 问当地导游这里叫什么名字，结果导游刚好看到一只猫走过，就回答 Kuching。又有人说是来自一种叫 Mata Kuching 的树。不管哪个版本是真的，猫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象征。我已经到了 hotel check in， 但是我完全没有时间享受。先带大家来看 room tour，Let's go。一走出饭店，街上就有人穿着像台湾原住民那样的传统服装在游行，超级酷！看看站定。原来刚好踩到他们沙捞越的嘎歪达雅丰收庆典，整个市区都在庆祝，各个有族都会趁这个时候一起上街，一起融入庆典。而我这次才知道，除了伊班和卡德赞，还有比达尤、Meranau、Orang Ulu 等好多民族。
最后我们居然还遇到超罕见的 Bidayuh Ring Ladies， 这些铜环或环饰，据说从年轻就开始佩戴，现在只剩下这5位长者还继续戴着。超酷！我今天看了学到好多东西，还没有开始已经这么的精彩，我不知道等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观赏完游行，我们来到古晋必吃和打卡的 Nasi Biryani 和 Cheese Naan。这个 Cheese Naan 听说一天可以卖1500片耶。我点的是 Chicken Biryani。怎么样？好吃吗？超好吃！我这鸡肉的酱是有点带甜，我觉得还不会太辣。台湾人觉得，因为我吃过蛮多次 biryani， 我觉得它真的 biryani 很好吃，因为它不会很干。那它这个是因为有这个橡胶叶包起来，所以它里面那个饭的湿度，然后再加上它的酱料也不是很多很湿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好吃，非常好吃，刚刚好。非说吃到饱。然后这 cheese naan 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大 cheese 最多的 naan， 这个 cheese 的分量是重到那个 naan 都没有办法完全撑起。如果你们还吃得下，可以再点这个 Sri Lanka Appam， 这是斯里兰卡的传统料理，用发酵米浆和椰奶做成，然后再配咖喱蘸酱或者 yogurt 或者椰糖一起吃。饮料的话，推荐拉茶、拉西。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到大悲公庙来认识一下古晋这边的历史。我可以请问一下，如果你们来马来西亚看到这种宫庙，会不会觉得很亲切，会有什么感觉吗？我觉得蛮熟悉的啊，而且就是说，你看刚刚路口来讲的话，有看到我们熟悉的济公，然后像刚刚我们走上那边看到这边的剪年，也是跟台湾有一点点接近，但是其实还是不太一样。每个人1瓶100号，有比舒跑好喝吗？逛完老街，我们就往山都旺山方向前往我们这一趟旅程的大重点行程。OK， 好的，大家，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一趟旅程的最重点，就是 Rainforest Music Festival。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音乐节，它是世界唯一在热带雨林里举办的音乐节，每年都会在这沙捞越文化村举行。今年已经是第28届了，一进到会场，你马上就会被音乐包围。导游先带我们绕了一圈文化村，简单介绍这里的背景。我们走过了文化工坊、美食摊和手工艺术摊位，整个就是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的体验。当我逛到长屋时，遇到一位向导，现场跟他聊了几句后，就决定小采访一下他。My name is Melindo. I'm local here, Kuching, born, and I'm mixed Melanau, Orang Ulu. My grandfather is from Kelantan, Pasir Mas. Married to Sarawak people, so I'm mixed in tribes. Be raised by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 different family, different cultural, different belief. So I'm Muslim, but even though I'm Muslim, I respect all the other races and religion. Because here most of us married mixed, like they are Christian or non-Muslim married to the Muslim. We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and we understand their law of their religion. That's Sarawak. We are one color of Malaysia. Okay, last question. One piece of advice to the world. If you go anywhere around the world, experience 3 things in your life. First is about city life. Second is about nature. Then lastly about cultural and belief. Once you got these 3, then you understand how people live in that city. So please come to Sarawak. We have all that here. Wow, I love that. Thank you so much. Welcome. Nice to meet you. 接下来，让我来带大家感受一下这音乐节的现场气氛。When I say one earth, you say. Kuching， 哇哦，我学了超多东西。我现在也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当我看到那个音乐节的时候，我有一点起鸡皮疙瘩。我觉得音乐真的是可以连接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可以因为音乐而聚集在一起。今天才第1天，我已经非常的期待后面的4天，因为明天我们还会去最后1天的音乐节，继续带大家探索和一起学习这马来西亚很独特的文化。第2天一早，我们就被带到了菜市场去采购我们今天中午的午餐食材，因为我们要亲自下厨学煮马来西亚料理。我们的导师非常的细心，介绍了很多我们都没见过的当地食材。最有趣的就是莫过于这生吃树虫。
Good。水晶果这个台湾好像没有，味道像龙眼，但是口感像荔枝。我刚刚有讲到，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榴莲的香气。你会觉得马来西亚的菜市场跟台湾有什么文化冲击，还是有什么？我觉得蔬菜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都跟台湾长得不一样。对，像秋葵台湾的可能就这样子，但是它这边可以长到这样。然后刚刚导游先生说，甚至可以到这样子。对，他说因为什么湿度不同之类的。啊，对，可能泥土也不一样。对，但我有发现这边的菜很便宜，像刚刚看到那个天贝，台湾卖很贵呢。台湾有天贝吗？采购完，我们就前往料理教室。这里除了有烹饪课程，平日还是一个餐厅、书店，也是一个艺术廊。我们分成4组，一组2个人，我和 Boris 一对，但这位 teammate 似乎只会出1张嘴。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完成4菜1汤。第1道是 Sarawak Laksa Chicken， 第2道是 Gula Apong Chicken， 第3道是 Jungle Firm and Pumpkin in Coconut Gravy， 然后第4道是 Pineapple Kerabu， 然后最后1道是 Herb Rice Salad。第一次上料理课，除了做菜超好玩，跟同学互呛好笑之外，还学到了怎么用在地食材去感受食材原本的味道，感觉今天又长知识了。Yeah, from University of Bonjour。先吃一口饭，每一个东西都很香，好多层次，对不对？而且它每一个味道叠上去也不会奇怪。对方吃的还习惯吗？对，棒。吃饱喝足，我们就直接前往文化村，继续探索午后时光的热带雨林音乐季。我们现在来看，大家看，哇，下午超漂亮！你看那个山。下午的气氛跟昨晚我们看到的仿佛是2个不同的世界。午后的阳光笼罩着文化村，像是活过来的感觉。摊位比昨晚的热闹，但步调感觉比较 chill。然后大家这边呢，除了可以看音乐，其实也可以吃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其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所以变成很多东西都没有吃到，所以现在发现其实还蛮多东西可以买来吃的。就在我们在逛市集的时候，有一对情侣吸引了我的目光，所以我就直接上去搭讪，采访了他们一下。My name is Julian. My name is Isabel. We come from New Caledonia, Little Island behind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 heard this place, but super cool.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First time in Malaysia. It's the first time at this festival. So you guys know about this festival before? We have friends from Borneo in Bali. We talk to this festival. Wow. So how you guys feel? Super nice. We want to come back next year. What is your favorite part of this festival? Handcraft, workshop, the food, Everything. the people, Super nice. and organization. Because I saw you guys outfit super cool. Can you guys like try to introduce a little bit like? Okay, so I'm a tattoo artist. My inspiration is about all it is around the world. I prefer the old school tattoo, but then talk to me about the technique. So you start. Yeah, I started. Now I really like it. So you inspire him. Yeah. Yeah. Nice. All right. So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采访完 Julian 和 Isabel， 我们随着音乐和欢呼声被带到长屋着，发现这里原来还有 live 表演。表演者都是今晚会在大舞台演出的乐队。那一刻，我整个起鸡皮疙瘩。旋律在空气里回荡，不认识的人们肩并肩坐着，却被同一段旋律连接在一起。那种气氛真的会让人舍不得离开。晚餐呢，我们来到附近的海鲜餐厅享用。好的，大家，我们现在来到这里。离会场大概15分钟的路程来吃海鲜。来到沙劳越，我发现了一个在西马也比较罕见的 lifestyle。这里马来人啊、华人啊、印度人啊都一起吃饭。我觉得 KL 如果可以这样，还真的不错。我们就好漂亮。拍完照，晚餐也就准备好了。拜托大家来古晋一定要吃海鲜，真的超新鲜，分量又大，最重要的是比吉隆坡和台湾便宜太多了。我没有看到这么大一颗的蛤蜊，哇，好爽啊！吃饱后，我们又回到文化村，继续欣赏音乐节最后一晚的表演。而且刚好上台的就是我们下午在长屋看到的2个乐队，现场气氛超级嗨。现在隔着荧幕，我都还能感受到那种震撼。当下真的觉得音乐没有国界。
好的，大家好累啊！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这还是想要趁我现在有一些感觉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趟旅程最重要的一个行程，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 Rainforest World Festival。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好像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节。首先，我要非常感谢 Malaysia Tourism 还有这一次主办单位的邀请。I'm so proud to be a Malaysian, you know。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多元种族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文化，然后大家都是为了一个东西——音乐来到这里。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媒介，把大家链接在一起。任何人都可以玩音乐，任何人都可以听音乐。音乐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然后也是唯一一个东西是会让你抛开所有，然后可以让你去享受当下的一个艺术。你看我的这边有一个刺青，有一个耳机，然后这里是心脏，这里是头脑。对，这个的意思就是，我觉得音乐可以疗愈身心灵，让你很烦躁的脑袋暂时的放松，就是 enjoy 当下 ，enjoy 那个音乐。明天我们要去沙拉瓦的另外一个城市，叫西部诗屋，我也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也没去过，所以明天见。嗨，大家，我们今天到了西部，中文叫诗屋。我们刚 check in， 先带大家来 room tour 一下。我们这次住的饭店是 Arhash Hotel， 从房间窗外就能看到整个西部的市景。右手边这条就是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流拉让河，而且从古晋飞来只需要30分钟。我这次来才知道，原来这里有这么多福州人，难怪西部被称作小福州。福州文化在这里影响真的很深，不止语言，连美食都充满福州味。比如我们第一站就被带到去吃最经典的福州鱼丸，外层是 Q 弹的鱼肉，里面包着猪肉馅，一口咬下去，超弹又爆汁，好好吃哦，现在很 Q， 咸度刚好。还有我最爱的马来西亚港点酿豆腐、斑斓蛋黄莲蓉包、芋头叉烧酥、杂菜面，还有鱼丸干面，每一道都超推。就当我在吃包子时，台湾的朋友对我的举动有一些疑惑。那个可以吃的，我知道，我们马来西亚人呢有一个习惯会薄包外层的。对，因为妈妈都会觉得别人可能用手抓，或者是他们没有用夹子，你不知道，你撕掉外面那一层就是不干净的嘛。所以台湾的朋友可以试试看送包子或馒头给你身边的大马朋友，看看他们会怎么做。晚上在去夜市前，我们先到诗屋最古老的地标之一永安亭大伯公庙。从这里走路5分钟就能到西部夜市，去寻找当地人大推的小吃半个月亮。好，这东西呢，这里好像很有名的阿邦咖喱，传统的只有花生，有时候会有玉米在里面。然后我发现这里的档口都是卖一样的东西，豆花、豆浆、烧肉，还有烧麦，还有一些包子，就是华人的东西都差不多，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带到郊区的一间有30年历史的手工面线工坊，这是目前诗屋少数坚持传统日晒制作的手工面线。所以你做这个多久了？38年。啊，哥，你现在几岁啊？74。所以就是你30多岁才开始做，之前做什么？之前做那个微店摊位的。后来那个时间你知道啊，很长啊，每天都要做啊。对了，这个是家庭的事，不要注意微店了。那你是本土生土长沙拉瓦人？对，是福州人。那你会讲福州话福州话这个面线叫寿面。寿面，或者叫米刷。2个讲法了，有一个说相面。OK。我们现场还体验了串面和拉面，看来我在诗屋找到第一份工作了。几分？老师100分的话，最少90分。哇，他嘞？他的60最多。你看他的很美哦。哇，我的很美哦。菲菲，你可以来沙约打。我觉得我可以哦，找到我的新工作了。好，比赛喽！上。喂。他有。你有看过穿这么高叉的人在拉面线吗？怎么样，好玩吗？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我觉得我可以来这边打工了。我也觉得，那你要记得穿这样哦。好，可能下次叉这样。对。他那边穿面也是很美。
真的，对，哇，这个可以留下来啊。拉完面线后，我们就大开眼界，开始探索失物的在地美食。这几家都是我们导游私藏的口袋名单，大家一定要笔记下来。第一站，我们来到顶边湖，在台湾叫做顶边错。这家老板是私屋有名的老字号，邱昌蕊师傅的儿子开的。他是白米磨成米浆，然后用勺子淋在锅边，再盖上锅盖蒸熟，配上高汤、鱿鱼、黑木耳、青葱，还有自家做的鱼丸。看起来有点像面粉糕，但口感是非常的滑嫩和骨溜。第二站，我们来到走路不到5分钟的新民记，这里有我们从第一天就想吃的干排面和在地小吃月光饼。OK， 这个是在沙拉瓦很有名，好看炸光饼，它里面是包猪肉，看起来像是肉燥。芝麻很香，我感觉它是有一点像台湾的卤肉包在里面的感觉，而且它不会炸得非常油腻，焦香。如果你有女朋友，应该会想要。我觉得它就像我们的干捞面，只是不是黑黑的，然后那个面比较粗一点，因为它有放油葱，所以比较香一点，有油葱味。比比推荐。对。第三站，我们来到生记古早味光饼家，这里卖的都是古早味糕点，每一样都是当天现做。导游说，这都是他们当地人每天都会来排队买的，是很多游子回家必吃的味道。他们就是新年可以一部分人不回来，可是他们清明节一定会回乡。对，所以对诗文来说，祭拜祖先是一个比新年过年还重要的日子。对，会比较热闹，会更多车，而且更塞车。然后他们买来带回去国外啊，澳洲啊。OK， 所以说这是什么烧饼？光饼，是我们刚刚去吃那个还是有加肉的，这个是原味啊。它这芝麻味很香。OK，out of 10。9. Do you have anything similar in Japan? You think? No. 接着，导游带我们走进诗屋的中央市场，去看一个全马只有在这里才有的特别景象——纸包鸡。有人说是为了卫生整齐，也有人说是让客人付完钱方便带走。第5站，我们来吃甜点。这一间冰淇淋店的口味都用在地食材制作，像是沙劳越橄榄、3色奶茶和斑斓椰子。我点了3色奶茶跟斑斓口味，还有点了 peppermint 跟红毛榴莲。这个有点味道，有点普通，但这个比较好吃。我大推斑斓口味，很斑斓。吃完甜点，我们搭大约40分钟的车程，来到我今天最期待的行程——巴翁阿散一班长屋。好的，大家，现在呢，我们到了这个行程是我今天最期待的行程，就是来参观一班人的长屋。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欢迎仪式在等着我们，所以。长屋对一般人来说，它不只是个房子，更像是一个活着的社群。一整排木屋，数十户人家一起生活，每家都有自己的空间，但大家都共用着一条长廊。在还没到长屋前，导游就先提醒了我们，等一下人家敬酒的时候，一定要一口干掉，这样才表示尊重。干杯前还要一起喊3声欧哈，有点像我们在婚礼上会喊的阳星的感觉。我觉得它像一片 vodka 的感觉。后来我们围着这个生命之树一起跳起他们的丰年舞，柱子上挂着的棕榈叶和饼干零食象征丰收和祝福。鼓声一响，我们也跟着他们的节奏一起融进那股文化的气氛。舞跳完就是吃饭的时间啦，主菜有竹筒鸡、烤肉，还有各种野菜。菜都好好吃哦。对，我觉得太饱了。就在长老在介绍点心的时候，看到我身上的刺青，结果我们就聊开了。他还跟我介绍了他们的家族成员。大家来参观一下一般人的房子内部，我觉得好长，不管是横的还是直的。这是客厅，这里有1个房间、2个房间、3个房间、4个房间、4房。这边就是教仪厅、厨房，后面就是厕所。好长的屋子，4
夫其实的产物。就这样，我们的行程就在长乌这画下完美的句点。这趟旅程真的让我更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些发现都让我更确定自己真的想回马来西亚生活了。我想更深入的去探索、去学习、去了解，也想带你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充满多元文化和人情味的国家。